我手上的这一台是来自伊利个新系列的轻薄笔记本 Artel， 也是他们家全新的一个系列，用了崭新的模具设计、全新的硬件搭配以及新系列的定位族群。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结论，那就是用得很舒服，但这个的代价并不小。想要了解更多这台 Artel 轻薄本的使用分享，就别错过本期的视频了。其实当我收到这台 Artel 的时候，原本想要制作一期开箱影片给各位，但后来我觉得应该要让你们用崭新的心态和视野去了解这款轻薄本，于是我就直接用了快3-4个星期，并且这段期间我每天上网都靠它来完成，主要是以一位会选择购买轻薄本的用户来体验一下 Artel 的使用感受。首先是外观 ，Artel 的 M 面采用的是铝合金喷砂外壳，中间就有一个简约的伊利个 logo。B 面呢，则是窄边框的14寸 IPS 16:10比例屏幕，分辨率为2880×1800，400尼特的亮度，100% sRGB 色域，以及刷新率为90Hz。通过 Spider A 检测的屏幕数据，实测为98%的sRGB，79%的 Adobe RGB，81%的 DCI-P3。对比起校色前后，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落差，出厂的颜色可以说是非常棒的了。顶部还搭配了一个 720P 的摄像头和微型麦克风，待会也会给各位测试一下摄像头和麦克风的表现。C 面呢是附带白色背光的键盘，实测使用的段落感非常明显，键程的回弹也很迅速。此外还有一个超大面积的触控板，使用起来也非常舒适，并且保留了我一直以来非常喜欢的双触控开关触摸板的功能。里面同样采用铝合金喷砂外壳，中间拥有非常多密集散热孔，四边也有相加脚垫。接口的部分，左边提供了一个防盗锁，一个 USB Type-C， 一个 USB Type-A，2合1读卡器以及音频和麦克风 Combo 接口。右侧则是一个 DC 充电口，一个 HDMI 2.0输出接口，一个 USB Type-A， 一个支持100瓦充电和外接 GPU 的雷电式接口。接口的部分虽然比不上常规的笔记本电脑，但以轻薄本来说，接口算是充足的了。特别是提供了一个雷电式接口，必要的情况还能够使用雷电扩展坞来增加更多的接口使用。Artel 的本体重量为 1.07 公斤，重量还算可以接受，但充电器就比较尴尬了，重量来到了520克，两者一起就已经是 1.6 公斤了。虽然附带的充电器是90瓦输出，但因为比较大的体积，导致对体积比较注重的用户会觉得这个大砖块供电器显得格格不入。希望伊利哥可以注意到这个情况，在之后的新款式可以加入类似 PT 快充的小型供电器，整体的使用会有好不少。接着是拆开外壳，看看里头的硬件规格。我是在完成了所有测试后才进行拆解的，因此可以不用担心造成性能测试的影响。只需要卸下笔记本底部的所有边缘螺丝，就可以轻松的解开外壳了。打开外壳后，可以看到笔记本的内部构造，采用双热感外加双风扇的规格。我拿到的这台是搭载Intel 11代 i7-11370Hz 的处理器。4核心8线程，基础频率 3.1 GHz， 最高频率 4.8 GHz， 并且原厂就预先涂上了暴力熊散热硅脂，可以有效的解决散热器的发热状况。除了这款处理器，也有低配版的 i5-11300H 可供选择，并且都是自带 Intel Iris Xe96-EU 的显示核心。关于这款 Iris Xe96-EU 的显示性能，之后也会有测试分享给各位。机体内存为 32GB DDR4 32MB 双通道，搭载了三星的 PM981A 512GB 的 M.2 SSD， 你也可以选择升级更高速的 PCIe 4.0 的 PM9A1。内置 Intel AS201 的 WiFi 6无线网卡，电池标称的容量为4570毫安时53瓦时的锂电池。通过 PCMark 8的续航测试为2小时51分，续航能力算不上特别优异，只能说表现一般般。然后是 Artel 的硬件性能测试，在 i7-11370Hz 的 CPU 理论性能测试中 ，Cinebench R20 能够跑出592分的单核分数，多分数为2708分 ；Cinebench R23 的单核分数为1522分，多核分数为7019分。V-Ray 的渲染测试跑分为5031分 ，Blender B&W Demo 的渲染测试用时为6分03秒。
PC Mark 10的跑分综合分为5036分，而 3D Mark TimeSpy 的 CPU 物理性能分为5239分，图形性能分为1513分。虽然性能比起如今动辄6核、8核心的处理器来说，谈不上非常的优异，但以4核8线程的规格来说，表现非常不错了。用来进行日常办公、看一看影片、刷一刷 YouTube 什么的，性能是绝对足够的。另外，我也进行了摄像头和麦克风的测试，分享给各位。以一个轻薄本所搭配的这个摄像头以及麦克风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效果，虽然称不上非常好，但总比完全不提供来的好一些。想要在家里办公进行网课需求的话，算是够用的等级。此外，作为一款轻薄本，除了满足日常办公应用的需求以及足够轻巧的体积以外，它能不能玩一玩游戏呢？答案是可以的。虽然这款 Artel 并没有搭载独立显示核心，但内置的 Intel ISS E96EU 图形性能并不弱。我也进行了一些游戏测试，在英雄联盟最高画质下，全程都可以满足120帧以上，然后是绝大多数马来西亚人都会玩的 Dota 2，在低画质中也能够全程跑到平均110帧，哪怕是中画质也能够满足平均60帧。再来，我也试了 GTA 5 1080P 中画质下能够跑到平均50帧左右，表现非常不错。近期较为热门的原神中 1080P 中画质下也能跑到45帧左右，属于可玩的级别。最后我也测试了绝地求生，在 1080P 最低画质中表现来到了平均45帧左右。作为一个轻薄本的内置显示性能，能够满足一些游戏的流畅体验，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接着是给各位进行温度测试，在我进行了10分钟的 AIDA 64单烤 FBU， 温度来到了91度，但频率依旧保持在全核心4 GHz， 功耗吃满45瓦。虽然处理器的温度看起来很高温，但在使用的过程中并不会感觉到有高温的地方，加上日常使用并不会有那么高的负载，对于使用体验的影响并不大。之后在富曼甜甜圈的 GPU 烤漆测试中 ，S1 核显的温度来到了70度，频率为1450 MHz， 功耗为20瓦。然后我也进行了双烤 FPU 加 GPU， 同时加入了富曼甜甜圈进行压力测试。此时 CPU 的温度下降到了74度，频率下降到全核心 3.3 GHz， 功耗降至38瓦。而 S1 显示核心的温度则是在68度，频率为1350 MHz， 功耗为16瓦。处理器和显示核心的功耗调度分配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不会因为你使用了高显示性能而大幅度拉低处理器的性能和功耗。双热感的散热规格也可以很大程度解决处理器和显示核心在高负载下的发热状况。除了温度测试，我也给各位进行了满载烤机中的噪音测试，给各位做参考。此外也少不了 Artel 的音响表现。在完成了所有的测试环节后，现在就是我给这一台 Artel 的评价分享。首先是价格 ，Artel 的初始价格是在4599零吉，这价格的规格是 i5-11300H 16GB 双通道记忆体内存以及标准的500GB M.2 固态。若是换成我拿到的这一台规格，价格则是需要5457零吉。除了标准的2年保修服务以外，也提供了某些地区上门索取保修的服务。说真的，这价格对于没有轻薄本需求的用户来说，肯定会觉得特别的贵。但 Artel 本身的定位就是针对那些轻薄本的商务人士，这些用户更多的需求是在足够的性能前提上，提供了更多轻便、体积以及质量上的体验感受。因此 Artel 的售价值不值得，这或许是需要各位到1LG的实体店去体验和感受后，才能正确判断出它的价值。就以我比较主观的体验分享来说，质量的部分 Artel 是足够给到高端商务人士的要求，体积和重量还算可以接受，性能的部分就不用多说了，我手中这款性能是绝对够用的，甚至还觉得有些性能溢出。电池续航的部分有待加强，但还算是可以接受。这3-4星期的使用感受就是舒服。如果你没有特别繁重的性能需求，以一个商务需求的体验来说是非常不错的了。
而且开机的反应也非常迅速，而睡眠唤醒的反应也很及时，明显是有做过这类的优化。除了我前面说到的充电器体积和重量以及电池续航这2个小缺陷以外，如果真的要我再说一个缺点，那就是伊利哥本身的品牌价值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产品本身的品质是对得起这个价格的，只是消费者是否愿意为此买单就真说不准啊。毕竟有着4000到5000令吉以上的预算想要购买这类高阶轻保本的用户，对伊利哥本身是否有足够的信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伊利哥推出这全新的Artel系列，应该也算是想要提升自己的品牌价值和形象。如果你觉得我今天所分享的Artel轻保本是符合你的需求用途，价格也是觉得合理的范围，我其实更建议你花一点时间去伊利哥的实体店，除了去感受Artel本身的实体体验以外，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伊利哥这个牌子更多的信息和相关的服务。毕竟作为一个马来西亚本土的笔记本品牌，如果它能满足你的需求，也提供给你足够的信任，花一点时间去多了解并且选择支持，也不是一件坏事。以上就是这一次伊利哥Artel的分享内容了。如果你对这一款Artel轻保本有任何的看法，也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进行讨论。觉得这一次影片不错，也别忘了点赞分享支持一下。当然新观众也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也欢迎加入我的 Discord 群组来进行更多的交流。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我是 Kenny， 我们下期影片见。